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松鼠 AI 董事长厉浩洋老师，欢迎厉总；涂磊涂老师，欢迎。好，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吧。刚在一起的时候，他脾气很好，对我也很包容，但结婚以后，他对我的关心和体贴也越来越少了，而且经常出去打牌，还总是骗我，脾气也变得很大，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儿就和我冷战，或者是和我大吵。最近1年，他经常和朋友在外面吃喝玩乐，而且还都是异性朋友，对家庭、对孩子的关心越来越少。我觉得他现在越来越不可理喻，感觉不太爱我了。我希望他可以从自身找找问题，而不是一味的觉得都是我的错。我不知道外面到底有什么吸引力，让他总想着往外跑，不愿意回家。我觉得他心里已经没有这个家，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还能走多久。掌声请出这一对，有请。周先生31岁，活动主持，来自重庆；杨女士30岁，个体，来自四川。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结婚多少年啊？4年了。孩子多大呀？2岁。男孩女孩啊？男孩。你觉得他不顾家，对吧？因为他经常出外面的时间比我的多。有一次吧，是这样的，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今晚上回来吃饭不？他说行，我今晚上回来吃。然后我叫爸妈把饭做好，然后我们一家人等他回来嘛。但是他一回到家，他就跟我们说我出去吃。当时我跟我爸妈就这样愣了一下。当时我本来打算回家吃饭的，然后走到楼下的时候，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快出来，我找你有点事儿。我跟爸妈说，我说爸妈，今天我不在家里吃饭，然后我就回房间换了衣服就走了。这算偶发事件还是常发事件？几次吧，不算特别多，就最近1年几次，因为最近1年啊。还有什么呀？他经常跟朋友在外面吃饭，比如说10点多钟的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就说啊，我等会儿就回来了，等会儿就回来了，老是这样等会儿，结果我等到12点半了，他才回来。他们都没有走，我怎么好走？而且在哪里你也知道，哎，你为什么你不来接我？回到家的时候，他就开始发脾气。没过几天之后，他又跟一些异性朋友还发朋友圈，酒吧里面，就让我觉得很难接受这种。等到大概晚上1点半的时候，他回来了，醉醺醺的，我就简单的就说一句，你觉得你对这个家还有这份关心吗？还想不想在这个家待？然后他说，反正在外面等着我离婚的男人多的是。所以这句话就让我觉得他对这个家庭可能已经不那么在意了。你知道我回来的态度你是什么吗？就是在大吵大闹。当时我肯定被你气着，我说了一点气话，但是你知道那一次我是在谈事儿啊。谈事儿你还要去酒吧谈吗？不是啊，其实我本身自己的性格本身就是一种大大咧咧的，比较善于和外面的人一起沟通。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做着一些自己的事业，都是我去交涉去谈。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吃个饭而已。我回家你就一直闹，明明看着我喝了酒，然后你还指着我来骂，看出来你对我根本就不好。我拦一句啊，就是在你的想象当中，什么样的老公就算对你好了？就在这个情景下，这种情况下看着我喝了酒，至少先来关心一下我呀，回来就找我闹，有这个必要吗？因为我心里不痛快，肯定我就得找你说呀。你又跑到酒吧里面，那肯定是去玩吧。然后你还又来说这个一句话，就觉得很伤我的心。就算我是在外面玩，回家你能等我酒醒了之后，第2天来和我说吗？你为什么非要大晚上的半夜起来和我闹？女生是觉得即使我不对，但是可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我们来争执。可能第2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你可能更接受这样的方式，是这意思吧？对呀。他现在就是这些异性朋友还不算啥，他还认了几个干哥哥，
这些刚哥哥其实在之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是认识的。对呀，我认识的时间。但是我就感觉最近1年他跟这些干哥哥的关系走得越来越近。就有一次我去成都出差回来，然后我4点多钟到了家了，带着孩子出去玩一下吧。等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她说小杨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然后我就在电话里面问他，我说你今天下了班就给他打电话嘛。我说你下了班干嘛呀？我装作若无其事嘛。然后他说不怎么忙，他说我等会儿要去我们干哥哥家吃饭。他这些其实都跟我说了的。然后我就觉得你老往这个干哥哥家里面跑，你们的关系是不是走得越来越近？我就试探性的大概就了解到了这个干哥哥的这个房子在哪儿。然后等到7点半的时候我就跑到干哥哥他的这个房子里去然后我就去敲了门，进门一看，就是4、5个男的，就他一个女的，虽然没在喝酒，但是他在厨房洗菜，这让我感觉就特别心里不舒服。为什么？因为在家里面平时家务活他也没怎么做，跑到别人家去表现的就很贤惠，是不是？你让我心里怎么想？你在突然调查我是吗？那个我问一句哥没个嫂子什么的吗？离了婚的。没别的意思，就问问了解一下。你有娃对吧？对。2岁对吧？对。公公婆婆在帮你带对吧？对。正常情况下，先生不在家，先生在家，先生搭把手；先生不在家，我讲有家的人是不是应该先回家照顾一下家，而不是跟一个单身的哥哥吃饭？我一贯认为，人的这种社交方式是跟你自己所处的一个状态有关系的。你有家的人是一种有家的社交方式，没家的人是一种没家的社交方式，对吧？一人吃饱全家不愁。我就让你参考一下这个这个就算你们夫妻最大的矛盾了。还有就是还有呢，就这个事情嘛，让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然后回家的那个晚上，我一晚上都没睡好。第2天我就直接说，你既然不愿意在这个家待了，你把所有东西收拾走。你凭什么撵我走？因为你的心都不在这个家了。我不在这个家，我可以自己走，为什么要你撵我走？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呀，你不是说凭什么你要撵我走？这是你个人的家吗？做饭这些你可以去他家呀。什么我去他家？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需要喊过来对质吗？所以他没有收衣服，然后我把他的衣服打包，我让他走。然后当时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想清楚。然后他想了一下，就把东西给我又放回去了，然后我就上班去了，没理他。这个就不久前发生是吧？对，没多久。行。他的性格一直就是有什么又不听我说，又不听我解释，然后每一次回来就是和我大吵大闹，要不就是和我冷战，一直不和我说话。那是因为你没做对。难道你就做得很对是吗？你还不是会说谎骗我？他骗您什么了？当时我还怀着孩子，那个时候就经常说骗我出去打牌，丢我一个人在家。因为当时她怀孕了嘛，然后就整个脾气这些都特别的大，可能有时候一点小事没做好，她就要对我发脾气。我就感觉在家里面，我就像她的这个出气筒一样。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可以让着我点吗？但是我让了很多了呀。你知道我不喜欢你打牌，好吗？我又不抽烟，又不喝酒，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我不能接受的是你骗我，你知道吗？你骗我就不好。现在还打吗？后来就是成都去上班了，也没什么机会了。那还是有变化的。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反正他对我的态度、脾气越来越古怪，而且你说我对你不够体贴，对你不关心你。从谈恋爱的时候到现在，你自己说，不管条件再怎么艰苦，我还是给你买衣服，是吧？然后我自己现在我们自己做了一些事业。你又不出去应酬，你谈不下来的事儿是不是我去谈成的？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我真的会觉得我很委屈好吗？我出去应酬的时候，你又觉得这样不对；条件不好的时候，没钱的时候，你就觉得日子过得很恼火了。难道我有多大的错？然后每次我出去的时候，不是我跟你说好了的吗？那为什么你不听我解释呀？我在你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吗？我们在一起6年多了，好吗？你凭什么这样说我？主持人，我觉得我没有多大的错，就算我有错，我都觉得他应该和我沟通，因为之前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男朋友了，我就应该把我的圈子断了。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几乎我就没怎么联系了。最近的时候心情特别烦，由于工作，然后平时他又和我大吵大闹，
然后我就觉得，在我真正需要倾诉的时候，我连我的朋友都没有了。所以最近这1年多，我就重新把我的朋友吆喝起来，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相聚，经常我们现在又可以回到以前一样。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他们倾诉倾诉？但是也不完全就是和他们一起玩、一起聚会啊。我有谈正事的时候啊。你知道我的性格，你认识我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的性格是这样的，对吧？那为什么你之前能接受，现在却不能接受我的性格呢？先平静一下，问几个问题，好吧？好。你们现在是夫妻2个人在做生意是吗？啊。本身我自己就有工作的，然后为了家庭条件好一点嘛，然后我就会去做活动啊，然后去跳舞啊之类的，然后挣点外快。然后自己现在干了一个。你做什么呀？我就是接一些这个婚礼主持。婚礼主持。你们没有开婚庆公司是吧？没有，因为就是相当于你的活是他接吗？还是怎么？有时候他接，因为我接的时候都是一些婚庆公司派单。你们俩谁的收入高一些啊？他的收入。你们家一般事儿谁说了算啊？都他呗。怕老婆没什么，干嘛那么委屈的？不是，我还是有听他的时候。行。刚才先生强调了一个近1年来。是吧？对。孩子等于你带到1岁是吧？还不到1岁，我就该回去上班了。近1年是因为我干了一个小的美容店。相当于现在我又在上班，又在兼职跳舞做活动，然后现在又干了个美容店，是这样的。所以你心里挺委屈的，对吧？就是在现实情况下，我听起来你们家应该是一个女主外男主内的一个分工，是这样吗？对，因为他谈业务这些相对于能力比我好很多。他在家里面各个方面都表现得比较强势。他老是就是压着我的那种。怕他跑吗？有一点。但是我没有这样想过。今天是谁说要来这儿的呀？我来这儿干嘛呢？就是想让他改变一下吧，把这些心都放在咱们家里面，跟异性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所以你心里是委屈的是吧？有点。你跟他们在一起开心吗？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开心，但是回家就不开心了。他如果不找你闹的话，其实还是挺开心的，是吧？他不找我了，还可以。这1年他的变化是有的，是吧？他不像以前，按你的描述，没那么爱打麻将了，对吧？对。他除了气你，他也不出去玩，是吧？还可以吧。他表现得不好，是吧？对啊。行了，老师们看看啊，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第2位女士，为什么你老公一直阴阳怪气，你知道吗？他是因为吃醋吗？这不是本质，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你老公无能为力，他不知道拿你怎么办。这个时候他所有的表达方式就是我要跟你闹，我就阴阳怪气，我就冷暴力。好，那个周先生，你太太咄咄逼人对吧？咄咄逼人的本质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有内疚感，内疚感引发起了他个人的心理防御，以至于你在跟他说任何话的时候，他都咄咄逼人给你怼回去。其实我只要说4个字，你们注意这4个字，你就知道这里面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这4个字叫情感需求。你听到他刚才表述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他说以前我把社会关系都掐断了，但是我很苦闷，是吧？是。那段时间苦闷那段时间你在哪里？你有聆听他吗？他确实是曾经有过和异性不接触的时候，他给了你这样的机会，你抓住这样的机会了吗？你关注到他的情感需求了吗？你没有关注到他的情感需求。不要拿着你有小孩了，你必须要回家来怎么地这种话来说事儿，它是2回事儿。不是说他不能把情感依托放在孩子身上，但毕竟2岁的孩子是听不懂妈妈说什么的。所以这件事情在于你们之间要互相聆听，千万不要忽略了对方的情感需求。人是情感的动物，不要做没有感情的吵架机器，要做有感情的夫妻。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单娜老师。陆老师刚才基本上其实是在为女方开脱。我有同意的地方，也有特别不同意的地方。首先我觉得第一点，杨女士，你需要的是一个对你好的人。
所以对你好的这个男人是他，或者是张先生、李先生，这个哥哥那个哥哥都无所谓。你嫁给他不是基于你爱他，是基于你当时对我好。那这种好我现在感受不到了，我就要出去寻找别的好。因为我在跟别的干哥哥在一起的时候，会使我心情愉悦，会让我变得开心，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好。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移情别恋呀？不能说因为我挣钱多，我现在在家里待得不开心了，我就出去找开心。我觉得这是对他的不公平。那他又做错了什么呢？你说结婚之前他就知道你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OK， 那结婚之前你也应该知道他是一个有没有能力的男人呀。你既然愿意嫁给他，你就应该了解到他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好，说第三点，我觉得性格开朗不等于轻浮随便。你一直在说我们没有任何的事儿，没有发生任何的实质性的关系，但你跟你那些干哥哥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感受，只有你们两个人清楚。只不过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但这并不代表忠诚。我们就经常讨论精神上的出轨和身体上的出轨，哪个更能够轻易接受一些，但哪个都不可以轻易接受，因为这都会成为一个结。暧昧也包含在精神上的出轨之内。所以你的心有没有走，你的心在不在这个家，另一半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感受很重要，而不是拿事实说话。你觉得没有发生任何的事儿，可是你的态度和你一而再再而三对家庭这样的态度让对方心里不舒服了，这和真正发生不发生什么事儿没有多大的关系。再最后一点，我觉得你是一个妈妈，尤其你又有一个儿子，我觉得孩子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妈妈就首先要成为那样的人。所以你要给孩子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这一点很重要。让他从小到大看到的最初的母亲的那个形象，会是他未来对爱情、对女人的一种最初的印象。所以我希望爱自己，也尊重他，好吗？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问一下小周啊，当时出去搞业务，是你同意的吗？觉得他本身这个干哥哥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对他就怎么就这种。我们先不扯干哥哥，我就说当时是你觉得自己谈不下来，所以呢，业务基本上我是谈不下来。他谈得好，对不对？对。那么他去谈业务，你不只是默许，甚至是鼓励。如果说是因为是真正的这种谈业务的话，我还是鼓励去的。但是跟他这些干哥哥这些距离太近的话，我是比较反对的。是因为谈到干哥那个层面你才反对的嘛，对不对？对。好，那第二，你也是做主持人，对不对？他其实还只是跳舞啊，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应该更好，对吗？因为可能在就是婚礼上面这些吧，可能我稍微要多一点，但是平时在家里面都是他。怎么说话啊？然后有可能他就觉得有没有跟他学过说，你谈6个小时没谈下来，他1个多小时谈下来，你有没有努力学过说，以后我去谈，不要让我老婆出头露面？这倒没有。你看看，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跟朋友一起去喝酒，喝翻了。我以前谈业务也经常喝酒，然后这个时候你不去关心，对吧？你放他出去给养家，然后呢，他有些问题你又去抱怨，我不知道你查到了什么干哥哥的问题啊？其实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拜兄弟啊，一堆10几个人，排行老1、老2、老13。那有干妹妹吗？肯定有，就是哥要妹全都是一起的。但是如果他认一个干哥，我觉得有问题；如果他很多干哥哥，我个人觉得啊，你可能有过度的敏感，你自己也知道，你的怀疑可能比问题要多。他看重你的是什么？你觉得？就是以前人比较老实，然后不抽烟不喝酒。不抽烟不喝酒的多了，
你让他觉得舒服的是什么？以前刚开始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对他比较好，百般的细心体贴这些。那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这个天平是不是被你倒过来的？因为他出去那些喝酒本身就已经为了工作先占大部分了，那后边是不是会再走偏？你这边到底是往家里拉一把，还是你往外推一把？你觉得你过去做了什么？就感觉往外推。对呀，小杨，我不是说你没有毛病啊，我是很能理解的啊，因为打拼也不容易，对吧？你又要2、3份工，肯定也不容易。现在我甚至觉得你有点报复心，就是我怀孕的时候你对我那样，现在我这样，你活该，多多少少有没有点？有。那你有对他好过吗？因为你光讲的都是他对你不好，你有对他好过吗？我对他还是挺好的呀。举个例子。我一直都希望他在外面能够上进一点，然后出门在外能够就是体面一点。就是有一次吧，想给他买一件衣服，然后买衣服，当时试了2、3家都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到了另外一家试了一件衣服都挺好看的，然后我和朋友都觉得挺好看的。他当时一看价格就1、2千，他觉得好像就不能接受。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偶尔穿1、2件好的，出门在外体面点，谈谈事儿都更好。他什么都不听，他就莫名其妙的开始发火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可能就觉得贵了吧，他过来跟我说不买，我说没事儿，我说大不了我多跳2个舞。然后后来衣服我还是给他买了他回家还和我冷战，还冒火。买都买了，为什么还要冒火？其实我的心，我希望的是他比我更强，而不是我想这样强的。小周，你听到了吗？就是如果他对你真的没有关爱，只在外面喝酒，那我肯定刚才一样的会打击他。但是他对你有没有关爱？其实是有，是不是？你不要把这个残存的关爱再去给挤走，好不好？当然，你也要想啊。你老公对你真的是好，他不舍得买那个衣服，他也是为家好，为你好，是不是？那换个男人能买我就买了，是不是？你要懂得珍惜这份情。我觉得你在家里边，其实你是一个男人，因为你又主外，其实甚至还要主内。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改造他，我觉得你的改造他不是把他变成一个强的男人，可能这就不是他本性。你选他也是因为他安稳，对不对？对，那就是说你要教育他如何对你体贴，那你也不能往外撕扯。你和你的干哥哥撕扯的越多，他会更体贴吗？不会，是不是？所以呢，你来引导他，既然你是这个主导，引导他，让他更关心你，我觉得你能做得到，好吗？好，谢谢李总。语言是行为的道具，一个人说话，无论是他的笑话、气话、冲动的话，都一定程度上基于他的认知。你说，你知道外面有多少男人等着我离婚吗？你说你这是气话是吧？是的。我认为你在表达你的实力。我有这个实力，我有这个市场，而且这种市场、这种实力，你是很自信的。你为什么会这么自信？一定有不少男人表达了对你的青睐，要不然你没有实力说这话。而让我最恐怖的不是说你有实力说这话，是你敢说这个话。当着自己的爱人说你知道有多少男人等着我离婚吗？你居然敢说这样的话，你胆子好大呀！我说了，所有的话都是基于自己一定的认知说出来的话，无论是气话还是玩笑话，你自己心里掂量掂量。第二句话，你说我跟他又真的没什么，我相信你真的没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家庭生活当中最可怕的并不是有根据有事实的不忠和背叛，最可怕的是以没有事实没有根据为由，堂而皇之的和其他的异性近距离接触，甚至是暧昧。当所有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人已经不怕了。如果他今天抓到了证据，你信不信他已经不怕了，他只是愤怒。而最可怕的就是在没有事实和根据之前的似是而非，是让人最可怕的。
就像那个炮仗爆了，其实并不可怕，怕的是烧引线的时候。所以当一个人堂而皇之的自信满满的说我跟他们之间又没什么，然后以这样的名义跟异性保持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是这个人防线最弱的时候，因为他没有认知到这种危险性。人最难控制的就是诱惑和欲望，所以自动自觉的作为一个有家室的人，保持跟其他异性之间的距离，不仅是自尊自爱，也是保护自己。你真觉得你跟他们经常待在一起，不会有心猿意马的时候吗？你自己心里清楚。还有一点我想告诉你，你有很多社交是为了多接单子，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对不对？我也承认。但是有没有那些不是为了家庭生活，不是为了接单而在一起的异性社交呢？这一部分又占多少呢？你心里也有数。我告诉一句你男人的心里话，你别看有些男人特别喜欢和其他的女生在一起，厮混也好，吃饭也好，喝酒也好，其实没什么。但其实男人内心真正尊重你，愿意在事业上工作上合作的异性，其实恰恰是那些对家庭有责任感的女性，而不是和他们一天到晚厮混在一起的那些所谓的红颜知己。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在生活当中跟那些有家庭责任感的女性进行合作，顾家的女人进行合作，因为这样的女人自尊自爱，而且工作起来特别有效率。反倒是那些表面上跟男人经常在一起社交的女人，其实往往不被男人所尊重。对丈夫，我只想说，你要求你的爱人顾家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要求你的爱人十全十美，这就是有问题。你刚才很清晰地说了一声，我的爱人比我优秀。一个人优秀的人就会有他的问题，你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他能挣钱，又要他能够像贤良淑女一样在家里顾家，那我想请问你有多完美？你自己都不完美，你有什么权利苛求别人完美？如果你希望他又顾家又能挣钱，那你就要多付出。首先得要聆听，你自己一方面都做不到，既不能主内也不能主外，你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如果你承认他优秀，又希望他顾家，你就要替他去分担，就要有包容之心。当然底线原则不能突破，不能击穿，你明白吗？明白。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下妻子，你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希望自己的先生是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上得了台面的，对吧？是。他是吗？他显然不是。你现在需要问你内心的就是，我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还有没有这个男人？这个男人是不是我想要的，或者有没有可能变成我想要的？如果不可以，你可以走。接下来一个问题，其实您思考一下，就是你有把妻子当女人吗？而且在这个婚姻当中有一个特别要命的，父母对婚姻的干预太多了。你们俩真有闲工夫，你知道吗？如果父母不帮着你们带那个2岁的儿子的话，你们俩谁都没那闲工夫。你该忙什么还得忙什么，这就是父母对婚姻的干预，实际双方都没有成长。你现在的状态是不是特别像你婚前的状态？你为什么回家烦呀？回家有人管啊。你为什么会觉得他的心不在了？因为你们自己该做的事都被别人替代了。想过就长大嘛。女生，如果你的先生就是这样的，10几年的好多妹妹，经常跟他们在外面喝得醉的回来了，偶尔他到干妹妹家给干妹妹做点鱼吃，在你们家他做甩手掌柜，你说这个男人你怎么判断？我肯定心头还是会不高兴，啊，吃醋。真吃醋哈？
他喝多了回来，你还能老公喝杯蜂蜜水，醒醒酒吧，你还会吗？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情况如果向另外一个极限去推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陆琪老师刚才说了一段话，学会倾听和沟通，好好想想老师们的话，时间留给你们，真情会。其实吧，我也就希望以后尽量的少和这些异性接触，然后多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我们的这个家。如果你还一味的还像这最近1年这样的经常出去跟一些干哥哥一些吃饭喝酒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们的这段婚姻还能走多久。其实我也不想这样的，真的。在我的心里呢，其实你还是一个不错的男人，只是很多时候我没有感受到，所以让我想一想吧。反正我的一颗心就随时的等着你。如果说你要选择怎样的话，尊重。赶紧成长吧，谢谢两位，请回吧，啊，请回吧，啊，来，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拿出手机，欢迎大家下载金悦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金悦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来看看这一对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我以后会好好对你的。第一次一起飞着爱情的自由。我爱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见证这一对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我以后会好好的对待你，对待这个家庭。我也希望我们以后可以过得更加幸福，好吧？我也争取自己当一个主外的男人，好好的在家里面爱你。其实我本身还是挺喜欢你的，挺爱你的，可是以后我们就一起好好过上我们想要的幸福的日子吧，好吧？好。来，请亮灯。来，送给你们。谢谢。谢谢两位，请回啊。谢谢主持人，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下辈子再爱你一遍。男生最后这一句话呀，说的吧，我就再补一小段啊，纯个人观点补一小段。男生说我以后一定要主外出去，我要去挣钱。我觉得这是现代社会特别可怕的一点。我们在衡量所有人的强和弱的时候，用了一个唯一标准，这个标准叫能挣钱，这是错误的。如果这个男人他不具备挣很多钱的能力，他本本分分的去做一份工作，他在家里每天开开心心的陪伴孩子成长，然后让那个能够在外面大放异彩的妻子回来以后有一个特别温暖的家，你能够在他思想一直前进的时候，你的思想跟上他，我觉得这就叫一个好男人，也叫一个强男人，也叫一个成功男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成功，不是所有人都要挣那么多钱才叫成功的。真的强者是什么？你说我弱，我就弱。我不在意你对我怎么评价，我在意的是自我相处和自己身处的这个圈子的舒适和幸福，仅此而已。来了解下一句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跟他已经在一起2年多了，
其中异地了1年半，现在好不容易结束了异地，但是他突然跟我说又要去别的城市工作，我很不能接受。从开始到现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也发生过，不过最近我们都觉得问题有些严重了，而且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他现在就是不明白我的想法，解释不通。我认为他就是变相的跟我说分手，因为之前异地的时候就跟我提过1次分手，我很没有安全感。我现在就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就是想让他真正的理解我的想法，明白我是考虑未来的，支持我对自己事业的规划与选择。如果真的沟通不明白，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在一起。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刘27岁，来自辽宁，插画师；女嘉宾小许21岁，来自天津，学生。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资料上面说两位谈了2年恋爱，但是异地1年半，对，是吗？对，是。是怎么个情况啊？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在一起，之后我就是把工作辞了嘛，我就想好多年没回家了，我就回家看看，就待的时间有点长，不是没回去。你在哪儿跟他认识的呀？在北京。认识完了之后，你又回哪儿了？我回的是沈阳老家。哦，回沈阳老家了。对。这一回回了1年半啊，对，回去时间有点长啊，就是本来想的是陪父母多待会儿，然后过段时间之后发现本来就没什么事儿嘛，然后突然发现打拳挺好的，就学了会儿打拳，不知不觉过了1年半啊，是这种。然后呢，现在又要干嘛？现在的话，我是过来找他来了嘛，我现在是在这儿跟他在一起待了3个月了，我准备再出去工作，他不让。去哪儿工作呀？我想去北上广。你现在在哪儿？还在天津读书是吗？对，我在上学。那就让人去工作呗。关键是他想干嘛就干嘛，想一出就是一出，就是想回家就回家，想找我来就找我来。现在又想走就必须得走，就没有为我妥协过1次。他既然都打算已经跟我都说到那种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我觉得他应该都谈婚论嫁了。对，见过父母了。这么快啊？不快了吧？2年了，1年半还不在一起，不就半年吗？不有手机吗？每个月的时候就是要不然他来找我，要不然我来找他。对，待几天反正是。对，当然时间啊、见面次数并不一定决定感情的浓度嘛。你什么时候毕业啊？我明年毕业。明年毕业就让他打拼1年呗。是啊。我就是不想让他走。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不让我走啊。他总跟我说异地的时候总会有问题啊，然后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觉得再多出去1年，反正之前也挺过来了，对吧？多出去1年，然后到时候他要毕业来找我不也行吗？也不是说非得说。但是现在不只是我的问题，是我父母现在也不希望你再出去了。跟你父母又有什么关系啊？主要是怎么就跟我父母没关系啊？他现在就是说什么呢？他现在就是拿他父母压我，他父母是这个意思，不准自己女儿外嫁。不是不准，就天津的姑娘不愿意外嫁，因为她觉得天津美，天津好，没毛病啊。是挺好，这边是比我家那边暖和，就不止暖和吧？而且就是男生要是结婚的话，去女方家里，我家比较传统嘛，就觉得你这有点像倒插门，就不好听。你想多了吧？没说要去你们家吧？是啊，没有啊。那他让我把家安这儿嘛，但是这个问题我也克服了。但是呢，我那意思就是说，我都已经跟你妥协完了，那我现在就是想在结婚之前的时候，我出去学习学习还不行吗？您等于说再飘1年是吧？啊，对，我就是再出去。等他大学毕业了，您再回天津来。对，那这样的话，他父母的话就不存在问题啊。对，这个小伙子说的有道理。找借口嘛，就拿你父母压我。他就是太会说了。你就告诉我你担心什么吧。就我怕之前异地的时候也闹过很多矛盾，后来之后再异地了，就是我觉得他就想跟我分手，你知道吧？你们异地分过1次手是吧？对。谁提出来的？他。为啥分？那个事儿真的不是特别怨我。怎么就不怨你了？是这样的，我主任给您报个料啊。一般的话，小女生遇到点什么挫折呀、困难了，他会过去跟你撒个娇了，或者好好跟你说一下，倾诉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他不是，他就一打电话就是炸天炸地炸宇宙，就怨你，怨天气，怨地球不圆。我没有，主持人我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啊。哎，就什么都怨，你知道吗？就不怨他自己。那又怎样呢？1次2次行啊，你3次4次一直都是这个样子。那每一个人都有负面情绪啊。你我每天的时候在家，虽说那1年我的确挺闲的。
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压力嘛，对未来迷茫嘛，然后加上自己心情也有烦的时候。那天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如果说身边爱你的人、在乎你的人一直去好心去劝你、引导你，如果说你一直不接受的话，我说明你是在把爱你的人当成驴儿废了，就这些好心。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明明人家是爱你的、对你关心的人，好心去哄你怎么样的，去引导你怎么样，你自己呢每次都是以负面能量去回馈给人家，我觉得这种东西特别不好，我就受不了这么做事儿，所以想分手啊，是这个意思，这么分的。我当时挽留他那些话呀，我都觉得自己特别卑微，但是还是没有用。也就是说你们分过是吗？对，分过。分多久啊？18个小时。18个小时，哎呀，我的妈呀，这不就吵了个架吗？你这，但是当时我已经真的是特别严重，你知道吗？他这人太矫情了。行，你看我那个时候还是主动去劝导他，我说哎呀，那行了吧，就实在不行就和好吧。啊，实在不行才和好吧。对，他就是说话特别让人难以接受，就哎呦，多么过分的话他都说。难以接受，你也想嫁给人家了，不是还接受了吗？所以咱别说话说的那么极端，好不好？行，这不和好了吗？对呀，和好有什么毛病？和好了之后，他朋友就一直在说我俩迟早得分手啊之类的。但我也就是知道你朋友也不会无缘无故这么说。不是情侣之间那有点问题了，肯定跟好哥们说一说。你说抱怨抱怨，我不跟你抱怨，跟别人抱怨抱怨行吗？那你这么抱怨，那你为什么还要和好啊之类的？你就干脆别和了，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吗？现在，你们俩没什么事儿啊？有，他有在这矫情的是吧？都不矫情，他矫情，我不矫情。对，今天谁要来的？我俩都要来嘛，来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他太大男子主义了，就是什么事儿都得听他的，就什么事儿都不经过我的考虑，就我俩之间不对等。我觉得，我感觉你想的东西就他太幼稚了。这样哈，你们俩这还没结婚呢，就谈个恋爱也不会有太大的事情。你们到底什么事情让女生觉得大男子主义，让男生觉得幼稚？各举一件，好吧？比如说啊，异地的事儿，一发生点什么矛盾了，我觉得是两个人感情之间的问题，就跟那个说朋友啊什么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他又总是拉到别人身上啊，说是你朋友问题，只要异地，你身边有朋友，哎，你肯定跟我好不了。而且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事儿也多，总是看我这儿不对那儿不对，然后总是去说我看你哪不对了，还给我帮倒忙。重点是他觉得啊，我那天香喷喷的去见他，但是到他家。我刚进门，然后他就从头打量到脚，我就感觉跟我踩了狗屎一样，就那种特别无比之嫌弃的眼神看着我，就说啊你怎么这么臭啊！当时我觉得好尴尬啊。的确很难闻，很臭。不是你们俩谁的鼻子出问题了？他有问题呗。你有问题啊。我之前也没闻过那样事儿了呀。他就一直在说我，就那件事儿愣说了我半个小时。然后昨天我俩去溜商场。然后我想让他帮我挑个他喜欢闻的味道，但他就特别急的跟我说，他说挑什么挑啊，哪有大男人挑这个的呀，你自己买一个就完了。我说我怕我买完你又不喜欢之类的。他说哎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就开始了。重点是你让我一个男的去挑女士洗发水，我还用一下啊？他没人总是要仪式感，我就很纳闷儿。那仪式感不是每个女生都要的吗？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就我俩和好之后，那个后1个月就是我生日，他也知道我生日那天我就等着他应该会给我什么惊喜吧。到那天晚上8、9点了，然后我看好像他可能是忘了吧，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就说啊怎么了？我刚睡醒啊，你就连我生日你都不记得，你还一直在说我什么我重要啊之类的，我就觉得很。生日现在我记得。而且以前我自己生日我自己都不知道，男人有的时候都有大条的地方嘛，那我就恰巧就这一块完了吧？他在意的你都大条是吧？不是，那我心里其实一直有他，你知道吗？你看他平时啊，怕冷怕热了，怕黑啊啥的，就爱吃什么呀，我都知道。你还又说吃的，我不爱吃鱼，不爱吃肉。他来这个3个月，天天给我做鱼，天天给我做肉，我就特别讨厌吃，他就给我做这个，我就不知道他跟我对着干还是怎么的。大家都给我评评理，我就特委屈这块儿。你爱吃什么？土豆吧，酱土豆、土豆片儿、炒土豆丝儿。焖土豆、蒸土豆，我就是爱吃这些啊！啊，就天天吃的跟个土豆似的。你天天吃那个能营养吗？他就不只是肉啊，他连什么蘑菇啊、什么一般的这些什么蕨菜之类，他都不吃。他没见过的都不吃，没尝过的也不吃。唯一一道菜有肉的，他吃的是宫保鸡丁，吃了20几年了吧，没换过。我出去天天吃宫保鸡丁，
约会的时候天天宫保鸡丁。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就他总是把我一个小点就无限的扩大。不是你这就是不对的嘛，你知道吗？我怎么就不对了？在你眼里，我觉得我哪儿都不对，你知道吗？就什么都不对。咱们不要跑题了啊！我就问问啊，这姑娘说我香喷喷的，你说她臭烘烘的，是吧？啊，的确。这姑娘说，哎，我吃的还挺有我自己的这个个性的。你现在吃的不全面不营养，对吧？这姑娘说，我就想稳定在天津跟你谈谈恋爱，你非要说我要去学习开阔眼界，而且我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对，我说的对不对啊？你们俩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可以吵到分手，那你们俩在一起图什么呢？那我不得培养他吗？你培养他什么呀？你看我来就是想解释清楚，我觉得他总是闹这些东西，其实我想让他知道我是为他好的。今天来要解决什么呀？是想在一起吗？对，想在一起。是想在一起。女生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男生能够稳定在天津，跟他好好的谈1年恋爱，或者再多了解一些，是这意思吧？对。你现在就说我还想再玩个1年，是不是这意思？我怎么变成玩了呢？我不是想玩，我是为了奋斗事业。你想再学1年？对。我是想出去吧，原因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我现在学这个专业，你是什么？插画师。天津有很大的基地啊。啊，对。滨海新区那边多大啊？对，那个对文化工业园那块。对啊，多大？然后，但是这边的工作都是属于是偏流水线多一点的，但是我这个人就是不太适合量产的工作。对，您这27岁就这么干活，也没人愿意给你特个性的工作呀。但是出去的话，就是我在那边考察完了之后，那边做的东西都属于哪边啊？北京和那个深圳那边这2个城市啊。然后基本上工作上都是属于那种在工作中可以学习的，所以说我希望在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学的更多，自己专业能力上业务能力更强一些的话，到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打算自己做点什么啊。是这个意思。等于再学1年回来创业，也不是说1年吧，我打算是5年吧。又5年了，因为他是什么呢？他现在还有1年毕业了，毕业了之后就可以跟我一起去嘛。行，男生这想法就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没有什么呀，这是你的规划，对吧？对。而且在你的规划里面，一定要强加的话是有女朋友的，对吧？对，听明白了。这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之前异地的时候我已经有过1次分手了，所以我特别没有安全感。对，你们现在的分手，我听来听去无外乎于是生活习惯，对吧？表述方式。没有其他的啦。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又要走的话，他就是想跟我分手。哦，所以你把他走的行为看成是一次分手的宣言。也就是说他这次走了，你能特别明确的表态说，如果你离开我，我就跟你分手吗？能。那你表个态吗？如果你要是这次走了的话，咱俩肯定就没有戏了。不行，我还是没给他讲明白，不是那回事儿。主持人他就特别油嘴滑舌，他特别会说，然后每次吧我就特别嘴笨，我也不知道说。这个跟谁能说谁不能说没有任何关系。每次都给我洗脑就好比就我俩生活上的事情，就是好比是这件事儿我做对了，他错了，然后他就会把成这件事儿白的说成黑的，说成我错了啊，然后最后我还反应。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接受就不要抱怨。就是他这都是在无理取闹吗？我觉得，那我没想分手啊，重点是啊。他很简单，他的重点是他希望这1年跟你在一起，好好的谈谈恋爱。那重点是跟你在一起。重点是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不也有问题吗？而且你看啊，我要是出去之后离开了就没有问题了，是吗？不是离开，所以距离是掩盖你们爱情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是吗？也不是，其实我是考虑是这样的，我打算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后年就结婚。你知道他后年要结婚吗？我知道，就什么全是他打算，就全都。所以说，我现在不能浪费1年的时间在这儿排着他。那后年在哪儿结婚啊？在天津。您这计划还常变啊？一会儿是个5年计划，一会儿变1、2年计划了。是这样，在这儿结婚不代表是一直在这儿，就是说是前期可以在这儿工作。行，这姑娘他们家同意吗？这姑娘自己愿意吗？她愿意跟你一起奔走天涯吗？如果她爱你，我相信她一定愿意，对不对？对。那你为什么不能给一些时间给她，让她更爱上你，然后愿意跟你一起走呢？不能耽误这1年时间啊！所以这1年时间其实对你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对不对？就很重要。那去忙吧。还较什么劲呢？还说人家矫情，这本来就是他矫情的事儿啊！你看，男人的话，为了想自己结婚的时候稍微有点物质基础，能够正常的生活，是一件很基本的事情。但是您去年1年干什么去了呀？
小伙子，你给我矫情什么呢？去年1年，我要他爹，我真是一脚就给踹出去。明年对我来说很重要。过去的去年，我该学拳学拳，该干嘛干嘛，我玩过了。现在跟我讲未来了，那你过去的时光呢？过去时光也在学习啊。学习什么呀？打拳，那也算是学习嘛。是学习。我学弹球。你现在不是你的学习的目的，你不是要娶闺女吗？是吧？是啊，是要娶她吗？对。按你的说法，你要像一个男人一样有物质基础，对吗？对。那你的基础呢？我这不今年开始努力扯什么呀？你过去呢？那过去已经过去了嘛。当然，他父母，所以你要想，他的父母一定会有这方面的担忧的嘛。那对于姑娘来说，如果你爱我，你为什么不愿意陪着我啊？姑娘是不是这想法？然后你就觉得你是矫情，那姑娘就觉得你是要分手，这不你们俩的焦点不就在这儿吗？来，我们一起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男的叫什么呢？叫游牧青年。这个世界是一片太大的草原，我喜欢到处游牧，没有哪一条路是我的道路。游牧青年他有一个特点，叫不能做刻板重复的事情。好，这个姑娘她是另一种人，叫恋爱脑，满心思都是在谈恋爱。谈恋爱恰恰是对同一个人做刻板重复的事情，所以你要的就是一个男人不断对你重复恋爱浪漫，但他最讨厌就是对一个人重复，所以你们本质的核心的区别或者分歧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因为你们两个是各自不同的人，所以你呢在拼命的游戏人生，可是你并不懂什么是人生。你呢在拼命的想要谈恋爱，可是你也不懂怎么谈恋爱。所以你们在相处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你觉得他真的有可能长年累月的对一个人谈一场你想要那种重复的恋爱吗？归根结底，我还是认为你们两个人分歧太大，真的要想清楚，三思而后行。谢谢大家。谢谢陆琪老师。来，莎娜老师。容易分手的情侣的3个特点：没有互动，没有陪伴。缺少沟通导致不理解对方。第3点，三观相差太大。你觉得你们俩占其中几点？我觉得不用说了吧。我想说你们两个人最实际的问题是什么？最实际的问题就是从来都不会去顾及对方的感受，始终强调自己的感受，看不见对方的好，我看见的满眼都是对对方的不满。就拿做饭这件事儿，你说你不爱吃肉不爱吃鱼，他做的全是你不爱吃的，可是你却没有看见他3个月一直在给你做饭呢。你始终强调的是你要的那一部分的好，而他实际额外给你的好，我完全蒙着眼睛不看。那同样的话说给你听，你始终在付出着你自认为的好，可是你对他的这个好是他要的吗？所以看不到对方的感受，完全不顾对方，只是自私的爱，自认为感动自我的一种爱情。然后你们总是以这种自认为的好来对对方，导致于最后2个人就是错位的嘛，越来越不理解对方要什么。男生很明显的一个目的，出去1年打着结婚的旗号，你这不就是先拴住人家，然后出去1年我碰到好了我再换吗？那1年谁知道你会怎么样啊？结婚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物质基础，是感情扎实。感情都不扎实，你挣那一堆钱你娶谁呀？所以你跟我谈未来几年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吗？2个人都太自私，然后太自以为是，太把自己的感受当回事儿，那在一起的话那不就是分手吗？我送你们4个字，好自为之。谢谢。谢谢莎娜老师。来，李总。假如当时你去外边打拼，有没有人给你一个确定的收入？有，所以说是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选择？就是一个超二公司，然后专门去做这些平面了，或者是帮一些电影啊去做一些原画。在哪里？在哪里？就在北京朝阳。那不是很近吗？但是就是我是闲的时候特闲，工作的时候特工作狂。他就是有点担心我出去了之后，就根本就没有心思跟他谈恋爱了，是这个意思。不，其实是他大学专业学的是传媒，然后自己也不干自己的本专业，毕业了之后干了1年的金融，又干了1年多的摄影，然后现在又开画。不是，那你这么爱他，爱他的是什么呢？你看你刚才讲的都是不屑，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所以我怕他那样。你是爱他哄你，
对吗？我感觉他很有才。北京这么近，离天津这么近，你是怕他跟别的女孩跑了，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在一起还没磨合好呢，又要走，就更……所以你觉得他不稳定吧？我觉得一个男人啊，如果你跟一个女孩真的是像你说的后年就要结婚的话，你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似是而非的工作，对吧？和自己还没有稳定下来的一个爱好，你就决定跟他分开的。你的这个分开啊，在我看来，我觉得是一种逃离，就是其实你从内心里边，并不想跟他经常的、频繁的在一起。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之前的时候吧，我这人是挺飘，但是我做事情都很认真，就要不不做，做的话会做的特别投入。只不过是那个时候想法是，我还年轻，我没考虑到结婚的事儿，所以说我不想去稳定一个东西，我只是想凭我自己的爱好去看一看，多看一看，多学一学。但今年的话，他说不想稳定一个事情，我觉得他说的不是不想稳定他的工作，其实是不想稳定他的感情在你身上，你能看懂吗？你值得找一个真的懂得你、呵护你，不是只看你长相，而是跟你性格般配，两个人男情女悦，对吗？就他喜欢你的风格，你也喜欢他的风格的人在一起。至于他就放飞他吧。好，谢谢厉总。来，涂老师，你喜欢他有才，到目前为止，我只看见了他的才就是油嘴滑舌，就是他学东西都很快，小聪明嘛。而你最大的缺点就是没见过世面。抖音上不最流行那句话吗？我就喜欢看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他对你的爱只停留在感官上，他也坦诚地说了，而骨子里他就是个喜新厌旧的人，或者他处在一个喜新厌旧的时期。表面上看你好像特别专一，非他不嫁，其实你也不是那么专一，你只是缺乏安全感。其实在恋爱当中最辛苦的事情并不是异地恋，而是花尽心思去了解他。但好像现在的年轻人恋爱并没有把花心思去了解他当成一种乐趣，反而成为了一种负担。他们不愿意付出成本去好好的去观察对方，了解对方，去想对方要什么，而只是以自己所想象的恋爱方式、对待方式、审美方式去恋爱。所以谈了半天都是自己跟自己在谈恋爱，没有付出，没有观察，没有深情，最后依然只停留在那张皮囊上。你说你喜欢他的才华，其实你也喜欢他的相貌吗？所以既然没有几分深情，今天即便分开也不会有多失落。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声音高度统一啊，非常一致。这27岁嘛，你人生路还很长嘛，你有追求你自己幸福的权利。姑娘也是一样的，人生不要想的要的太多了。陆琪老师说恋爱脑，姑娘你也要调整一下你人生的一些东西，这是你们俩自己的事情啊。冷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咱俩在一起也2年多了。其实听老师说这么多话，我感觉我更多的还是不舍。毕竟咱俩，我可能刚才也没有表达清楚，我对你还是很喜欢很喜欢的。其实我不知道非得要直接出去，或者是平时反对你。我今天还特意带了个东西，这是你给我写的情书，这里面还有我们第一场看的电影票，包括你找我的车票，我都一直留着。其实我没有你想的那么不细心，只是我有的时候不愿意去表达。谢谢两位，请回，请回。来，请关门。哦，当然听完这句话，我又吓了一跳。我是一个非常细心的男人，我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保存了。那么倒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此细心一个男人，为什么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停地在否定我，
甚至我香喷喷的时候，他说我臭烘烘。我想做这件事情，他一定要让我去做那件事情，你反而觉得很可怕这件事儿。我希望是他们这个表达的问题哈。好了，接下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么样的吧，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尽头，这像是不是，后来这问题怎么解决的？就不去了是吗？还是你跟他去，你让他去了，咋解决的？要不然我晚点去。行，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见证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我没有那么不爱你，没有那么想玩，大不了咱俩一起出去不就行？我答应好你的都答应你，都做到了。我肯定有自身的问题，我以后会去变成熟。我相信我们还是有真爱在的，至少我觉得不管发生什么的话，如果说非得让我去选的话，我觉得出去的话和你，我还是会选你。请亮灯吧啊！来，这个送给你们。谢谢两位，请回。下辈子再爱你一点。这个就是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看到的最鲜明的一个例子。全世界都说我们不相爱，我们就要在一起给你们看。结局是什么其实也不重要啊。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一对的身上能够看到，在爱情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少走一些弯路。有网友提问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6个月的时候，他带一些礼物来我们家，很有礼貌，我爸妈很喜欢他。现在已经在一起2年了，我爸妈想和他父母见面，我也想见见他的父母，他却一直推3阻4，我只好和父母说是我还没准备好见他的父母。我父母这么喜欢他，他却没有想和我结婚的意思，这恋爱我还该谈下去吗？不见父母未必就是没有想要和你结婚的意思，也许他有什么隐情是你不知道的呢？那另外还有一点，你提出说你的父母这么喜欢他，他却没有和你结婚的意思，这个逻辑有问题吧？不应该是你这么喜欢他，他却没有和你结婚的意思吗？所以你想一想，到底是父母喜欢他多，还是你喜欢他多呢？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